Hello，大家好，我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每个礼拜我们花20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整理上周加密货币市场最重要的焦点新闻跟数据。从这周开始，我们加上了一个数据的单元哦，具体是什么，大家可以从下面的时间戳找一下。以及呢，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有哪一些币圈投资人必须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跟币种。那我现在录制的时间是礼拜六的下午1点哦。现在比特币是已经连续涨了，可以说是1个礼拜吧。现在已经静悄悄的站上6万美元大关，但是都没有人在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利好的消息。这个礼拜刚好有几个可以解释这个事情的数据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一个我私心选进来的头条新闻哦。美国的国会史上首场 DeFi 听证会，共和党高喊改变金融，民主党批评这是帮富人在逃税啊。如果有看我们频道的老观众，肯定就知道我一开始其实是做 DeFi 出身的，其实也不敢说做 DeFi 出身的啦，只是刚好是我一开始进币圈的时候，我实习的公司老板就是叫我做 DeFi 相关的内容。所以后来我离开实习之后，开始做影片。你可以看到，从我的频道最早一开始，我讲什么是比特币，什么是区块链，讲一下投资，讲一下以太坊。之后呢，我的第一个影片讲的就是 DeFi， 然后接下来做了很多 DeFi 相关的影片。当时啊，在比特币跟区块链都还不是在大众非常普及的情况下，要去介绍 DeFi 是什么，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就在想，哇，所以什么是以太坊？以太坊上面的 token， 那上面又有什么的项目？大部分民众都是古萨萨。那在那个时代呢，也确实像我们这一类比较早了解到 DeFi， 并且认为这个是大家值得了解的东西的人，几乎都是在比较草根的方式去向大众去做科普。只是呢，想不到在上一个礼拜，历史上首次啊，在国会上，他现在都有 YouTube 影片，你可以看，就是这样子的场合。一般都在讲一些什么国家大事啊、总体经济的东西。现在这些人也开始在讨论什么是 DeFi，DeFi 到底是未来，还是说是在帮富人逃税啊、灰产啊、诈骗等等的东西。这里面的内容我还没有来得及详细去看哦，但是这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是数年前，当比特币这个词、区块链这个词一开始走进国会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在讨论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灰产诈骗的东西，还是这个技术真的有意义。那时至今日呢，比特币跟区块链本身有意义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了。当然，有些人还会觉得说它是灰产、庞氏骗局，但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已经是认定它是一个可以在证交所交易的资产了。而现在呢 ，DeFi 也走进了这样的场合哦。并不是说 DeFi 里面就没有那些割韭菜的盘，而是作为一个当初某种意义上也是被 DeFi 吸引进这个圈子，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其实比特币对我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吸引力的情况下，我会做很多以太坊 DeFi 跟流动性挖矿的内容。而现在当初这个连我们自己，就是除了我以外，还有所有的早期的 DeFi 的开发人、贡献者。真正的英雄们，我相信这些人现在能够看到 DeFi 已经渐渐的也要开始走进传统金融与主流监管的视野里面，一定也是会非常感动的哦。就像这位加密货币律师 Jake 说的哦，他说他听完这个听证会之后，感到情绪非常的激动，因为记得几年前 DeFi 上只有几十个项目，没有人认为 DeFi 能有实际价值。但是现在华府的权力殿堂就来讨论它。好，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跟现在的币价比较有关的是什么呢？上个礼拜，川普跟贺锦丽举行了第一次的辩论哦。然后，如果你有在关注这个消息，尤其是如果你是在这个消息之后看了很多的新闻啊总结，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一致指向这一场的辩论是贺锦丽赢了辩输贺锦丽，川普的传媒股票跟 Trump 民币齐跳水。他摔出了全球富豪的 Top 500。在台北时间的上礼拜3的早上时间这个是川普跟贺锦丽，共和党跟民主党的2个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辩论。如果你去看那个时间的币价走势呢，在辩论之前，整个比特币的币价是稍微在往上的，但是辩论一开始没半个小时，比特币价就直接开始砸盘跳水。那这个时间的凑巧就很让人认为说，这是因为支持加密货币的川普在这次的辩论会上失利了。那如果你去看整场的辩论的内容呢，他们双方主要是针对政治、经济、移民政策、堕胎等等的问题进行攻防，其实并没有提及加密货币相关的政策那关于这场辩论跟2个候选人相关的一些东西，我们在昨天有发一支影片帮大家整理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观众跟我一样，在关注总统大选的时候，都是只看加密货币相关的内容。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整个其他的一些政策内容，其他内容也很可能很大范围的影响到总体经济的局势，而那些东西会影响到币圈。所以了解一下完整的内容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可以去看昨天的那支影片。我这边就小小的结论一下就是在辩论结束之后，川普的这个在 Polymarket 上面的当选的预期确实是有直接的开始下滑，但是呢，过没几个小时，其实这个声势就回稳了。在 Polymarket 上面，现在双方的这个支持率也是只相差1个百分点左右。
而比特币币价更是在这个时候直接回到6万。比特币回涨具体原因我们可能会在后面看到啊，但整体来说，如果要对这场辩论下一个注解，我会说贺锦丽确实表现得超乎大家的预期，但是整个11月的选情还是非常的焦灼。川普的民调明确落后这件事情是部分媒体想要灌输给你的资讯。现在我们看到经济学家预测，联准会如果在这个礼拜如期的降息25个基点，就是降息1码的话，可能会有 sell the news 的事件哦。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影响币圈的价格走势最重要的，很有可能还是台北证周四凌晨的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啊。那快速带大家复习一下，目前大部分我们看见的分析都是，如果说现在降息1码的话，普遍认为说这是一个稳健的降息，联准会会慢慢的把钱再回到市场上，中长期利好股市跟加密货币等资产。如果降息50个基点，那可能在短期呢会对市场有个激励的作用，但是中长期而言，大家可能会认为这个是经济危机的风险就更高了。那这篇 The Block 的新闻找的这位经济学家的预期，则是比较少的一个观点哦。他的讲法是，现在的这个市场已经 price in 了这个25个基点的降息预期，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最后只是降息25个基点，大家会有一个 sell the news 的事件。就是从他的角度而言，似乎经济危机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concern 的点，而是就是说，你这一次到底要放50个基点的降息的水出来，还是只降息25个基点？有趣的是，过去几次我们看这个 Fed Watch Tool 这边说降息的几率到底多高，都会有比较偏向某一边啊。但现在看呢，降息2码的几率跟降息1码的几率是50-50啊，所以现在真的是非常刺激，很难预期到底降息多少会发生。而更难预期的是，如果真的降息50个基点，市场会不会真的就开始反映说啊，恐慌会开始上涨？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周真的是主流媒体就是看到新闻讲什么，然后他们就讲什么，分析师也是看到市场怎么走就讲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每一个人的观点都可以随着接下来市场怎么走而去改变成说，哦，你看我预测的是对的。所以一如既往啊，我们作为观众朋友，作为这个市场上的散户投资人，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仓位的健康，杠杆不要太大。不要清掉你的比特币部位啊！如果你清掉的话，这段时间涨幅你可能就没有吃到。但是呢，也不要轻易的 all in， 因为如果我们所说的，虽然说接下来你还是会看到很多的利好的消息，也许比特币会涨，但是经济危机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很多人在预测的还有一次大跳水发生的几率也绝对不会低哦。现在我们看到渣打银行认为说，比特币的价格会在今年创上历史高点，无论美国大选谁赢哦。在昨天的影片里面，我们有提到，虽然说大家一直都认为说川普上任才是比特币牛市的开始，贺锦丽对加密货币好像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呢，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大家是不用那么的悲观哦。根据这个渣打银行的分析师这个 Gail Kendrick 表示无论哪一个党派在这一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比特币都能够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创下历史的高点。他提出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他认为无论哪一个党派当选，废除这一项叫做 SAB 121的法律的这个进程都不会停止哦。那这个法律之所以需要被废除，是因为它非常严格的限制了银行持有加密货币资产的一些可能性跟空间哦。那 Kendrick 认为，只要在2025年这个法令的废除有持续的进行，那加密货币在这段时间都是会有不错的成长。那此外呢，他也提到另一个利好，就是目前美国国债市场的趋势。包括收益曲线的重新陡峭化、实际收益率和风险中立的收益率的下降，这些因素都在为比特币累积上涨的动能哦。那他这边的英文原文讲的有点复杂，我看得不是很懂，感谢练习官有帮我翻译成中文哦。简单来说呢，渣打银行也是在帮大家打一个强心针啊，就是不用以为说一定是川普当选之后未来才有牛市川普毫无疑问是比贺锦丽更对加密市场友善，但是毕竟现在 Poly Market 上面也是已经是50-50啦。原本大家预期川普一定胜选的那个价格，现在已经 pricing 到市场，我们已经跌回来了，所以贺锦丽的当选肯定不会是一个灾难啦。大家可以依然是期待川普当选，但是可以用更中立的心情去看待后面的选情。像我们看到 MicroStrategy 再度买了18300颗比特币，花了10亿美元哦，他们现在持有总共24万多颗比特币了。每一次这个我们的比特币耶稣 Michael Saylor 他如果买比特币，我们都会整理到新闻里面提醒大家他这一次买的价格均价是在60408现在比特币价格也是在6万多左右啊。所以说，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比特币又跌下去了，恭喜你买的价格比微策略这一次加上还要低。像我看到柯文哲被爆藏比特币，五指加控，柯董高科技减掉快查比特币藏钱。前台北市长最近在这个受到一些调查跟羁押等等嘛。上个礼拜好像是有看到有人找到说他家里有Cool Wallet 等钱包。然
然后就有一些名嘴说柯文哲很懂高科技啊，他有比特币啊，他可以用比特币去逃过检调的一些追捕等等的，呼吁检调去调查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们就看到 PTT 上面的好像是蛮有名的这个 Darker Dark 大大，他就特别写了一篇文来回应这一次这个名嘴在针对柯文哲的事情啊。这篇文里面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大家不用担心哦。基本上他就是在告诉这些名嘴跟观众们说，加密货币跟虚拟货币的不一样哦。有一些东西虚拟货币啊，比特币跟 USDT 可以归类为加密货币。然后重点是这边啊，不要瞎掰，金流只要用加密货币就查不出来。而且呢，我真的觉得最有趣的是，就是当今天人家要泼你脏罪的时候，他都不用举证，他只要他的表情足够的浮夸，他只要他的肢体足够的愤怒，他就可以好像是对的，或者说他就是可以造成恐慌。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就是今天我如果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以太坊就是场诈骗，然后我就讲了一大堆很恐慌的事情，而且它正在跌，你是不是就会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当如果要告诉你说，以太坊是一个正在建立的一个基石的东西，我是不是就必须要提出很多有的没有的数据啊，很多没有的发展，才有可能会取信于人？那达克亚大这边就告诉你说，你这些瞎掰的东西都不用举证的，他立刻就举2个例子啊。之前台湾的总统大选上面的这个 Poly Market 就有台湾相关的东西，然后赌客就被起诉逮捕了。所以事实上呢，我想我们的观众应该也都知道，区块链上的金流其实是更加的透明。如果你今天就使用比特币去洗钱的话，要抓到完全是更加有可能抓到的。我们都知道，其实世界上拿来用来洗钱最好用的东西，其实叫做现金。那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里面有一些内容我不一定是完全的同意，例如他说现在正常的商家收最多是 Bitcoin Cash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说不定真的有很多商家收 Bitcoin Cash。整篇内容我觉得对于在法律跟这个调查上面的比特币科普是讲的非常的完整哦，他也举证了很多的东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像我看到川普宣布自家 DeFi 项目世界自由金融将在9月16日正式的上线。好 ，Donald Trump 在周四宣布呢，由他的家族主导策划了2个月，只需要策划2个月吗？的去中心化金融 DeFi 项目世界自由金融将在9月16号正式上线。而且呢，他发了一个这样子的影片，我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啊。Join me live on Twitter Spaces at 8 p.m. this September 16th for the launch of World Liberty Financial.We're embracing the future with crypto and leaving the slow and outdated big banks behind. 9月16号，台北时间的礼拜2，中秋节的早上8点的时候，川普会在他的推特上直播。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哇，这个是 AI 吧？你不觉得这很 AI 吗？但结果这个真的是 Donald Trump 他本人的一个发文，并且他在一段时间之后也都没有删文，所以应该是真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周二在影片上架的隔天早上8点，可以来追一下，说川普的 DeFi 是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事实上，不要觉得是川普的 DeFi 就可以一股脑投进去，一定会有人帮你接盘哦，不见得。他现在其实也收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说有一些问题，这个大家都要 DYOR 才行。下面我们看到 Vitalik 宣布，明年起只会达到 Stage 1的 Layer 2，并且他回应了社群的卖币质疑。过去1年是一个 Layer 2百家争鸣的一个场景哦，好像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以太坊上面发 Layer 2，然后就可以有一定的声量。但是呢，其中有达到所谓的 Stage 1的 Layer 2，却要达到几个标准哦。包括说你要完整的运作正常的验证系统以部署至少要5个外部参与者可以提交稽查证明用户可以在不依赖有许可的操作员帮助下退出等等的这些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 Layer 2要达到 Stage 1是非常合理的里程碑，也是安全性的必要进步。而目前呢，有达到他说只有 OP 跟 ARB 并且他还提醒有一些 Layer 2其实是可以窃取用户的资产的。所以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观众在使用区块链的时候都是用以太坊相关的 Layer 2。我自己用的没有那么多，我自己主要用的还是 OP 跟 ARB。但如果你用的是其他没有达到 Stage 1的 Layer 2，V 神就呼吁大家要小心一点哦。此外呢，他也回应了现在社群对他的揶揄说他现在只在乎技术跟爱情，就是说他砸盘去谈恋爱。有人就要求说他停止出售以太币那 Vitalik 就回应说这个出售只是抛售这个他的自动挂单就是他就挂单，就是币价到哪里他就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算是小小的回应一下社群对于他现在疯狂砸盘的质疑吧。下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 AWS 81H 的项目那这个非常明显呢是一个诈骗的项目这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影片长影片、短影片下面都有这样的留言，应该是没有人在用骗吧？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你会看到他可能有很多的按赞、很多的留言，然后他的留言也都是非常的有趣完全被低估的项目，完全同意 AWS 有巨大的空间感谢你的见解，我并没有对 AWS 有任何的见解。然后我就看到说，我现在留言区很多观众朋友开始反讽他们感谢 AWS 让我睡觉无家可归。还有感谢 AWS 让他考试都得100分，所以留言区的一些如果有人在推广项目，然后我来不及删的话
小心这可能是诈骗的项目，不要轻易的去搜寻啊，或者点击它的链接，然后就把钱投进去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礼拜的必追数据啊。从这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帮大家整理7个我觉得最客观能够反映过去一周加密货币市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事情的数据，以及如果过去都发生了什么样的罕见数据，也会在这边提醒给大家啊。第一个是这个全加密货币市场跟12大公链的稳定币流入流出啊，很多人都在讨论说这个升息降息啊，是从央行跟这些大银行等级，他们钱会不会流入市场，然后去判断说如果流入市场的话，就会分到股市跟币圈。但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更精准的去抓说这些钱到底有没有流入币圈，因为有可能市场上钱变多了，但是币圈的钱变少。或者说市场上钱变少，但币圈钱变多。那有一个很好理解的数据，就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稳定币的流入流出哦。那根据 DeFi Llama 的数据，过去一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稳定币流入是正 0.7%， 其中的前3名分别是 Base 公链，它成长了 3.86%，Avalanche 成长了 2.04%， 第3名是 Ethereum 涨了 1.23%啊。虽然以太币的走势是不好的，但是以太坊上面的总市值稳定币的流入还是非常的稳定的。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流出，那经历了上个礼拜非常可悲的连续8天的净流出啊，这一周5天里面有4天是净流入，并且本周一共流入了4亿美元。这件事情也反映在了币价上面啊。我们看到现在我录制的时候，比特币是已经增长6万美元。尽管没有一些大的消息发生，但是 ETF 资金如果有流入，它就是能够推动币价，这个就是现在不争的事实啊。那下一个是以太坊的 ETF 流入流出啊，一样的可怜啊，以太坊 ETF 依然持续在流出，而这最主要的是灰度的 ETHE 依然在卖以太坊哦，这就跟比特币现货 ETF 刚上线的时候一样，灰度会一直努力的砸盘，直到砸完之后呢，才会有净流入的事情发生。而很显然，并没有像比特币一样一开始就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大户入境，灰度依然在流出啊。下一个我们看到的联准会下一次的降息预期，下一次的升降息决议是在台湾时间的9月19号凌晨。那目前像刚刚提到的，就是50-50啊，所以我们目前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也不知道说现在如果是 price in 已经 price 到哪里去了，这个时间点的币价波动可能会比较剧烈啊。下一个是比特币的恐慌贪婪指数，过去几周一直都是恐慌或者是极度恐慌哦。那现在呢，已经站回中性了，是一个50的一个情况。下一个是微策略的持币跟获利情况。目前微策略持有244800颗比特币，他们的均价是在38000多美元一颗，目前他们的平均获利是55%的正盈利啊。最后一个是 Mt. Gox 的砸盘余额，这个只要每一次砸盘都会对市场有一定的压价的表现哦。过去一周 Mt. Gox 的钱包没有流出任何的比特币，它的余额里面呢还有差不多4万颗等价27亿美元的比特币啊。那这礼拜出现了一个罕见数据，很有可能是在上周比特币是见底的一个情绪啊。这位 K33 Research 的资深分析师贴出了这张图在他推特上，他说从2020年1月到现在呢，我们只看过5次月度的资金费率是一个负值，分别是2020年的3月，这个是疫情大跳水的时候；2020年的10月；2021年的7月；2022年的11月，这个是 FTX 那个时候，以及上个礼拜。那这过去4次的资金费率负值当中，有3次它都维持了1.5到2个月之间哦。只有20年的10月6号那一次，可能是因为 BitMEX 的一些这个诉讼的关系哦。那这位分析师并没有直接说这件事情是什么利好市场还是利空市场啊，但下面的第一个留言就告诉大家了这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过去的资金费率达到负值之后呢，币价立刻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一个价格上升哦。那原因也非常的好理解，因为当资金费率负值呢，就说明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人，或者说更多的人是在做空。那我们知道，其实长期而言，加密货币市场上做多的人还是比较多，只有到真的非常恐慌的时候，做空的人才会比做多的人多。而我们都知道，如果说现在市场真的是一个极度恐慌，连擦鞋童都会告诉你说，现在做空有赚头的时候，有机会就是反转的时机了。那这个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这位分析师没有这样说，我也只是猜测这位网友的判断，提供给大家参考。好，本周前3的部分，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 iPhone 16啊 ，iPhone 福利月完成注册入境，有机会领取最新的苹果手机跟 Apple Watch。这个是 OKX 长达1个月同时照顾新人跟旧人的活动哦。在新人的部分上，如果你在这段时间注册 OKX， 完成 KYC， 充值100U。任意的金额交易，并且完成这个表单的填写，你就能够抽 iPhone 16、Apple Watch Series， 还有这一些东西。那如果你是旧人呢，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追踪 OKX IG 粉专，加入 OKX 的 LINE 社群，也让填写表单并上传截图，你就能够抽 AirPods 4哦。
然后呢，如果你是旧人也想抽 iPhone 16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表单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推荐人里面就填你的昵称。然后如果你有在这个里面填这个表单，你在这边写你的昵称，然后让你的朋友写你的昵称，你也会有机会抽到这些东西哦。所以说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因为我要呼吁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注册 OKX 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您的推荐人里面写上脑哥2个字，这样子我就有机会抽到 iPhone 16。我如果抽到 iPhone 16的话，我再抽 U 给这边有填脑哥的人好了。如果你有填脑哥，然后你会去抽这些东西嘛，所以你会有那个截图。到时候如果拿到 iPhone 16的话，我再办一个活动，你只要有这个截图，你这边写的是脑哥，我们就抽 U 给大家了，抽个1000 U 给大家好了。所以表单我会放在下面，来参与吧。接下来这个消息是我在标题之所以下，这个是大家没有在讨论的黑天鹅的可能性哦。调查显示，日本央行下一次升息或在12月、9月升息的可能性极低。事实上，在大家都在关注9月18号的美国利率决策的时候呢，同一周哦，也就是这个礼拜五9月20号的早上11点，日本央行的利率决策也会出炉哦。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几个礼拜前那个全球股市资产大跳水的那一次，除了很多人认为的萨姆规则以外，日本央行的突然升息，导致大家认为资金有可能会回流日本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大的因素哦。而接下来我发现，就很少人在讨论日本升不升息这件事了。确实，现在如果你去搜寻的话，大家是认为说9月份这一次是不会升息，但正是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说它就是依然就是升息的话，更有可能杀的一些投资人措手不及哦。如果在礼拜五升息的话，是有一定的几率会对市场再造成利空的情绪出现哦。所以说，当然目前是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在这2天的时候，我还是会特别留意市场的波动，分享给大家。接着来看几个关键的时间吧。除了大家都在讲的9月18号，也就是台湾时间9月19号的凌晨2点，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以及随后的这个 Fed Press Conference 啊，就是利率决策是一回事，接下来主席鲍威尔出来的讲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分别是在凌晨2点、2点半，礼拜4的时候，大家要留意这个时间的币价的波动，以及隔天礼拜五台湾早时间的早上7点半，日本的通膨率的出炉，以及中午12点的利率的决策，是可能要留意一下的。如果说这个数字出来没事的话，可能就是会解除一个市场上的紧张的情绪，但当下市场的行情可能都是比较波动的。有杠杆的同学要留意一下哦。本周大额解锁的部分呢，在这个影片上架的今天呢，9月16号台北时间的晚上9点啊 ，Arbitrum 有2.65% 的大额解锁，高达5000万美元。那礼拜2的时候呢，则有这个 APE 猴子币有2.31%，高达1000多万美元的大额解锁。当然，大额解锁可能代表市场供给量上升，所以价格可能会下跌。或者相反，可能在日期发生前释出利好消息来拉盘，对，持有这2个币的同学可以留意一下。以及呢，这个礼拜我们就有呢喃猫老师的课程啦，这个3大利好交值又遇到了经济衰退，免费的讲座啊，在礼拜3的晚上7点到9点半啊，可以来的同学可以报实体场，不能来的同学可以报线上场，都是免费的，只要在练习生这边免费的注册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报名。有兴趣的朋友，我也把链接放在留言区啊。好，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币圈周报。那影片最后，我想要 shout out 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在有一个新闻提到说，这个世界的这些股市以及币价的走势，通常都会在8、9月的时候有一波下跌啊。很多人都会分析说，现在是银行家他们在放暑假，然后我就问观众朋友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就有高手出来留言哦，他说什么欧洲人的年假很多，并且他们习惯说在这段时间真的放长假出去休息，通常在7、8月份，所以这个暑假真的就是字面上意义的收假。另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是说他在伦敦的银行工作，他也是表示说暑假的时候他们会带小孩去玩2到4周，所以交易量就会减少，市场低迷。果然是高手在民间呐。那这样子我之后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就一样是在周报里面直接问大家，说不定就可以得到解答，真的太厉害了。另外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昨天的那个总统辩论的内容影片啊，我觉得蛮有趣的，还没有看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OKX 的这个表单，记得写脑哥啊，我才能够抽到 iPhone 16，然后抽1000 U 给你们。好啦，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的内容。我们现在占了6万美元，但是接下来这个礼拜依然是有可能是动荡啊，毕竟联准会的利率决策、FOMC 随后的发表，以及日本的利率决策。如果我们度过这个动荡一周，希望接下来就可以平步青云的迎接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Q4 行情了。那因为这一次真的是近期应该算是第一次这个利率的决议，大家是一个5-5波打平哦，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你比较期待看到说这一次的联准会是直接降息2码，直接把钱撒到市场上，还是说降息1码，让大家觉得说我们的经济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我就稳稳的把水放到市场上，才是比较利好接下来市场发展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今天这次第一次去做我们这个必追数据跟罕见数据的类型啊，那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听我反馈，有没有什么你觉得
也很适合放在固定整理的数据里面啊，或者是有哪个数据你觉得应该去哪里看更好，或者是这个礼拜有什么数据是我漏掉的，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一些反馈跟建议。毕竟我整理这些东西主要是整理我自己想看的，但是说不定大家心里有更重要的消息是我也可以参考学习的，好，跟大家一起学习啦。好，这边就到这边。如果这边现在对我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知道正在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会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那这样啦，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